我人生在诊所里第一个来咨询乳头凹陷的病人，他就说他最近1、2个月才凹下去，想要把它拉出来，结果我一看，那根本就是乳癌。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冠文医师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乳头凹陷。那一般来讲呢，我们的乳晕乳头呢，它都是长这样嘛，就是在一个平平的乳晕上面有一颗乳头坐在上面。有些人他的乳头啊，它是没有的，或者是凹下去的，这种就是乳头凹陷的状况，就有点像这个东西中间这样凹下去。那为什么会造成乳头凹陷？最常见还是天生啦。其实大部分啊，有10到20% 的女生啊，她出生就有一点点的乳头凹陷，但是那个时候那个乳头还很小，看不出来。但是等到你开始青春期了，乳腺、乳管都开始变大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变得很明显。所以我通常啊，在问诊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就会问他说：“你的乳头凹陷是从青春期就开始的，还是说最近才开始的？”真的是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印象超级深刻的，我人生在诊所里第一个来咨询乳头凹陷的病人。他就说他最近1、2个月才凹下去，想要把它拉出来，结果我一看，那根本就是乳癌。他就是下面的肿瘤把他的整个乳头都抓下去，我就立刻把他转到那个大医院的乳房外科。乳头会凹陷啊，它其实就是因为它下面这个乳管太短了，所以把整个乳头都凹下去。那我们在讲乳头凹陷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它分成4级。为什么要分级？主要这跟治疗的方式很有关系。第1级的乳头凹陷呢，就是虽然它是凹的状态，但是当我觉得比较冷，或者我去摸它的时候，这个乳头就会突然弹出来。这种只需要一点点外力刺激，它就可以自己弹出来的，这是第1级。那第1级基本上是完全不需要手术的，因为这种东西在以后你小孩一吸，或者是挤奶器一吸，它就会出来，这种是不需要手术的。第2级就是啊，你有用过那个吸奶器吗？反正你就是拿那种东西去吸，简单的吸，这个乳头就会翘出来，然后翘出来以后，它可以在外面站个15秒以上，这种是第2级。判断是不是第2级跟第3级其实非常重要，因为第2级的病人他有1半以上的机会都不需要手术。第2级的病人啊，通常我会怎么做呢？我会跟他们说，你去买那种我们妈妈在用的挤奶器，反正每天去吸它，吸久了，这其实是一种复健，它的乳管会松掉，会慢慢的变得比较松。所以像这种第2级的乳凹啊，你大概只需要好好的复健，它1半以上都不太需要手术，它就会自己出来了。它有点像我们拉筋啊，拉久了它就开了。再来讲到第3级，第3级一样，就是我们用吸引器去把奶头吸出来以后呢，它还是会出来哦，它很是会出来，但它出来大概5到10秒，它就再回去了。这种就是乳管非常的紧，它下面拉的力非常大。像这种的啊，其实大部分都会需要手术。但是啊，这样子的客人啊，我通常会请他们回去一样用那种乳头吸引器，大概吸个半年左右，它可以大大的增加乳头手术失败的几率，因为乳头把它拉提出来这个手术啊，它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又缩回去。所以你如果在手术前啊有好好的把乳管拉松的话，它手术的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的增加。最后就是第4级，我用那个吸引器去吸乳头，它怎么样都吸不出来，这种就是第4级。那乳头凹陷会造成什么缺点呢？第一个主要还是为了外观来的啦。那其实除了外观以外，乳头凹陷它实际上还是会造成很多生活的不便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通常凹下去的乳头啊，它很不好清洗，所以我们常常在手术的时候啊，一把那个乳头拉出来，哇，上面都会是非常多白色的垢，因为其实那个洗不到，很难洗，不然你就是要用棉花棒去清它，但是其实很少人会这样。那再来就是你以后喂小孩的时候啊，会不好喂，小孩会找不到奶头吸，就变成你要用挤奶器把它挤出来，然后装在瓶子里喂，就可能亲喂会有困难，这就是乳头凹陷的缺点。其实我在咨询乳头凹陷手术啊，或者是在决定手术的方式的时候，第一个都会问这个女孩子还有没有要生小孩跟喂奶，因为这件事情会牵涉到你要不要去伤害乳腺。比较简单的乳头凹陷的做法，就是我们会先用一个钩子去把藏在里面的乳头拉出来，就是把它拉出来以后啊，从这个底部就这样给它穿过去，穿过去以后它就会撑住，缝一个线在这边，一条不够的话，缝2条，再从另外一边再穿过去，就等于是在下面架一个东西把它撑住，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。那这种方法的优点是，它不太伤害到乳腺，因为它只是针穿过去撑在那里而已。
但这种方法缺点是，因为它并没有做到任何的把乳管放松的过程，所以它再凹回去的机会是有的。但是其实这样子的方法，在第2级跟第3级的乳凹其实就蛮够用了，几乎第2级的乳凹都可以一次就成功。等到你是第3级或是第4级比较严重的乳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如果说你跟我说哦，我已经50岁，我不会再喂奶了，那我就会把它拉出来以后，开一个小洞进去，把里面的乳管截断。把里面的乳管截断以后，它那个下拉的力量没有了以后，它就不太容易再弹回去。那截断以后呢，就继续再用线把它撑在上面。这是第2种方式。第1种就是单纯用线去撑它，第2种是要把乳管剪断。那一般来讲啦，如果年轻的女生来讲，我都用第1次，大不了你缩回去了，我们再拉第2次就好了，就尽量不要去把乳管弄断。那最后讲到第4级的乳凹，它有时候啊，你光是要把它从那个洞里面捞出来，真的捞不出来，而且有时候捞出来啊，它里面的皮肤跟组织其实都不够，所以像这种啊，你除了把它拉出来以外啊，把乳腺松掉以外，有些的做法会在乳晕旁边取2块肉，把它塞到那个乳头下面，等于说它不够的体积啊，要用旁边的皮去垫它，让它整个可以挺立出来。这就是一个皮瓣的做法。那还有一种是，它根本就是平的，我们就会采取那种重新做乳头重建的做法，就会在上面帮它找一块皮，取那个乳晕颜色的皮，帮它做一个这样子小小的乳头在上面。那我刚刚有说，其实这个手术啊，如果真的要讲风险的话，当然感染出血这些都有可能，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附带的风险，就是乳腺跟神经是有可能受伤的啦。尤其是你做截断的时候，乳腺几乎都会被截断，那这样以后对于哺乳其实是会有一点问题的。但是你如果已经要破釜沉舟，或者我已经到更年期了，像我一样的话，那就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我觉得敏感度一定会受一点影响。那这个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是什么？是弹回去。那弹回去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再照第1种方法再做一次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你做第1次的时候已经有在拉了，它其实会慢慢的更松。所以你如果再凹下去的话，我再让你拉1次，其实基本上第2次都会成功。第2种方法的话，就是如果我第1次凹下去不成功，那表示我乳管真的太紧了。那这个时候真的要考虑去把乳管放松或者截断。通常我在做的时候啦，我不一定会全部截断，但是我会把器械插进去，就有点像这样用人力去把它拉长。试试看可不可以把它拉长一点，拉长一点通常效果会比较好，有时候不需要截断。那这个手术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手术，局部麻醉就够了。但是如果说，毕竟乳头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，你如果真的说非常害怕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请麻醉医师让你睡一下，让你免除这个恐惧。我们在做完以后啊，我们都会帮你做一个像甜甜圈型的纱布，让你套在上面。这个是做什么？这主要是为了不要让你的乳头会去被压到，因为压到它会发生什么事？它有时候就缩回去了。所以这个手术最要注意的是不要去压迫乳头。我有时候甚至会建议客人连胸罩都不要穿了。这是今天我对乳头凹陷的介绍。那如果想要了解的更详细的话，可以来找我，或者是在下面留言留问题。那就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